1、2、3！成都挖出明代古墓，专家发现是两太监紧紧相拥，姿势怪异。专家看后羞愧大骂：成何体统，有損风化。那麼两太监到底是什麼關係？為何要選擇合葬？墓主人又是何等身份？竟然可以做到同穴同墓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古墓的石板上還雕刻着龙鳳呈祥。为什麼太监的棺椁中還可以有龙鳳圖案？這又是何等高貴？那麼這兩位宦官到底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？為何要違背倫理合葬並相擁入棺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點個關注，點個讚。我們接着往下看。中國流傳已久的文化中，常常有龍鳳吉祥的說法。龍鳳作為神話中的神獸，若雙雙出現，則意味着好事成雙。因此，古代也習慣把一胎出男女稱為龍鳳胎，而富貴人家的合葬也是採用龍鳳合葬的形式。但這次發現的龍鳳合葬墓卻不同尋常，一般情況下都是夫妻合葬墓。然而，當專家打開棺蓋板，竟然發現這裡面緊緊相擁的，竟然是兩個50多歲大男人。這兩人是什麼關係？難不成早在古代的時候也有男男相愛合葬一說？在思想保守的古代，這明顯不合理法啊！事情還要從2003年說起。8月份的一天，施工隊正在四川成都東郊施工，挖掘機正在有條不紊運作中，突然聽到了轟隆聲。施工師傅趕緊下挖掘機查看，只見黃褐色的土塊裡露出了一抹青色，一看竟然是青色磚塊。施工隊平時見多識廣，猜測這恐怕是挖到古墓了，連忙報到文物局。考古專家們聞風而動，趕到現場進行勘驗。這一驗可把考古專家們高興壞了，底下竟然不止藏着一座古墓，足足有13座，稱得上是大型墓葬群了。通過與古代墓葬形制的對比，這墓葬群是明代的，這些古墓皆為青磚石塊堆砌而成，且篆刻了大量的龍鳳圖案。明代能隨意使用龍鳳圖案的，至少是王公貴族級別。這麼大型的墓葬群，應該是明代某位藩王的家族墓葬群。1、2、3！你敢相信嗎？專家考古發現，明朝古墓中竟然有男男相擁、姿勢怪異的合葬太監古墓。明明碑文上刻作龍鳳圖案，而實際卻是男男相擁，姿勢怪異，躺在一起。專家看後羞愧大罵，有損倫理傳統。那麼兩太監到底是什麼關係？為何要選擇合葬？墓主人又是何等身份？竟然可以做到同穴同墓？考古專家們隨即對古墓展開了搶救性發掘工作。他們先是清理了古墓周圍，發現了大量的陶俑，數量約為200個。陶俑之中除了工匠，還有不少文官武將，這也印證了墓主人身份的顯貴。就連周圍都用陶俑做陪葬了，那古墓裡面肯定還有更加不同尋常的東西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在發現大量的盜洞後，考古專家們感到心寒，這些古墓群恐怕早就有盜墓賊光顧，裡面的陪葬品可能已經被洗劫一空。但萬一呢？考古專家們還是帶着僥倖心理對古墓進行挖掘，越挖越感到寒心。前面清理的7座古墓幾乎空空如也，這也意味着這些古墓失去了研究價值。挖掘工作還得繼續，考古專家們懷揣着沉重的心情，朝着第8座古墓進發。本以為這座古墓也是空蕩蕩的，沒想到竟然給他們驚喜收穫。第8座古墓相較於前面7座更加龐大，這也意味着這座古墓的規格要更高。古墓內部保存完好，就是有些雜亂無章。專家們猜測，可能是因為地震的原因，古墓的門被死死封住，盜墓賊無從下手。墓中陪葬品琳琅滿目，除了陶俑以外，還有不少青銅、金銀器、玉飾品。墓主人究竟是什麼身份，竟用如此精美的陶俑與飾品陪葬？1、2、3！
你敢相信嗎？专家考古发现，明朝古墓中竟然有南南相拥、姿勢怪異的合葬太监古墓。明明碑文上刻作龍鳳圖案，而實際卻是南南相擁、姿勢怪異躺在一起。專家看後羞愧大罵，有損倫理傳統。那麼兩太監到底是什麼關係？為何要選擇合葬？墓主人又是何等身份，竟然可以做到同穴同墓？考古專家們決定從棺墩入手，打開棺蓋板。考古队員們有些诧異，這竟然是一座合葬墓。更稀奇的是，合葬的墓主人竟然双双为男人，這可是聞所未聞、見所未見。經過對屍體的化驗，確認這兩人都是50多歲的男人，而且都是太監。為何這兩人葬在一起？他們又是什麼身份？在古代，不少朝代都有宦官干政的說法，而在明朝時，這種情況十分普遍，宦官的權力可謂是達到了頂峰。我們常常在電視劇裡看到東廠、西廠和錦衣衛，而這些權力機關的頭目就是太監。除此之外，位高權重的太監還掌管着皇帝的玉玺，就連發圣旨也是公公來做的。作為皇帝身邊的大紅人，就連高官也不敢輕易得罪，只能好聲好氣哄着。在仔細搜尋後，考古專家們又有了新的發現。墓中的墓志銘上有8字：同堂共學，兄弟永遠。而墓主人正是明代蜀王的2大首領太監魏玉和阮英。魏玉自小便聰明伶俐，得蜀王賞識，提拔到自己身邊。隨着年紀與閱歷的增長，魏玉步步高升，但魏玉到底是孤苦一人。正好當時阮英也在府上，兩人年紀相仿，又興趣相投，便結拜成兄弟，共度難關。對於這位總惦記着自己的弟弟，魏玉也沒少照顧，自己職位升了多少，便也總想着拉阮英高升一把。兩人便這樣相扶相依，雙雙成了蜀王的首領太監。兩人平日裡沒少斂財，但這財生前花不完，死去也只能隨葬。畢竟兩人無兒無女，留給誰都不合適，還願在地底下也做親兄弟，所以兩人便約好一同合葬。所以便出現了2個大男人卻合葬的奇特現象。這座合葬墓的發現，對明代太監位高權重有了更清晰的認知，也看得出明代藩王的權勢。